那么今天下午第一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中安在线。这支票也是来自于咱们的会员约稿。这里先说一下结论吧。整体走势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个筑底阶段。当前从周线图来看，在底相对低位形成了一个震荡区间。那么经过2次反弹之后上方再次面临一个压制，所以此处有可能会再次出现向区间底部回落的这样一个动作。因为之前长期的下跌走势可能是才刚刚结束，那么这里的筑底一定不会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结束，因此想要抄底的话，也还是需要等这个回落到位，回落到支撑位才有机会。那下来我们按照整体的结构波浪形态，我们来分析一下整体这一次的调整以及当前的一个筑底的一个状况。这只港股上市的时间是在2017年9月份。那么上市之后出现了一次冲高，紧接着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调整走势。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次调整它的整体的一个下跌形态。首先我们看到第一次的高点出现在2017年的10月中旬，高点是在 97.80， 之后是一路下跌，跌到了2019年的8月初，低点是 16.68。 这次下跌它整体的一个内部结构走出了一个五浪下行的形态。1、2、3、4、5。那么在这个五浪下跌之后市场还是按照波浪以往的形态，它会走出一个3波反弹。那么这里也走得非常明显是走了一个 A、B、C。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构搭配5-3，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后期再往下大概率是一个5-3-5的一个锯齿形，也就意味着第一波的 A 浪是5波结束之后迎来了反弹3波是一个 B 浪。那从 B 浪的这个相对高位开始向下，应该内部也是呈现一个5波的一个走势。那通过目前的梳理，那么可以看到当前的下跌这波 C 浪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中途也是有反弹因为毕竟是周线。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次如何去划分它。第一手我们可以看到是走了一个非常长的一波走势。那么这一次的走势可以定义为这是 C1， 之后是迎来了一个反弹 C2， 下跌 C3， 目前走一个3波反弹，这是 C4， 后期可能还会有一次探底的动作，但是不会比前低太多，因为这里的形态有类似于终结楔形的这样一个雏形 C1、C2、C3、C4、C5， 这种走势也是比较悲观的一种形态虽然还是目前还没有跌破这个盘整区间，在当中可能也会有反复，但是后期大概率还会创出这个新低，具体的落点可能会是在这个趋势线的一个延长线附近，下方大概的趋势线支撑是在 6.53 这是一种结构的划分，这里我将这个趋势线稍微调整一下，是一种悲观的看法第二种，咱们先下来说第二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是目前的走势它其实已经是中长期见底了，造成两者的一个区别是在于 C1 里面的一个结构划分会出现不一样的一个变化C1、C2、C3、C4、C5， 这是第二种的一个划分方式。主要原因是出现以上的分歧，主要原因就是之前所说的 C1 到这个低点的这一波走势内部，它的走势不是特别清晰，可以划分出两种形态。其实当前如果按照第二种目前的划分走势来说的话，535的锯齿形已经完成，也就意味着当前处在相对低位，它就是已经开始走这个筑底形态。同时可以看到在相对低位它已经出现了一个2次探底，走出了一个类似于双底的这样一个结构。第一个低点是在 9.29， 第二处的低点是在 9.54， 可以看到这就是当前运行在相对低位的一个筑底的一个区间那么经过两次反弹都没有形成一个实质性的向上的一个突破，或者说走出这个加速，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现在多头的动能还是不足，它还是要处在相对的低位来调整，
来为下一次的启动来积聚新的动能。那其实现在我们就是等最新的这一次调整结束，接下来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天图。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今天下午讲的这个品种呢，它也是在我们这个大类里面，咱们涉及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银油。可以看到第一次探底它的向下走势，它是内部是一个三波结构啊，这肯定是一个调整浪。那同理，这一次从相对高位22.30往下的走势，我们可以借鉴这个内部形态，大概率也是一个三波形态。那首先我们先用黄金分割找到它大致的一个支撑位，因为第一次探的比较深，那么这个第二次可能会力度会弱一些，但是也会相对的比较低。可以看到现在目前下方的支撑就在这里，这个红色区间，它的点位是在14.40到12.58，这就是下方的一个支撑带。同时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形态啊也一样，它可能会跌到50%的位置，再反弹，然后再往下走完这个下跌形态。走完这个下跌形态之后，那么它就会再次和这个蓝色段的走势一样，会快速的再次拉升，然后就看能不能突破当前的这个区间。能突破这个区间，那就说明当前的筑底结构完成了，后期向上的反弹空间打开了啊。那后期整体向上的走势也会比较的流畅。所以我们目前来看 18.04 到 14.44， 那么距离还有 3.6 或者说是5.5 或者 3.4 这样港币的这样一个空间，暂时还是需要等。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下，如果这里筑底成功，后期向上反弹的一个空间有多大？可以看到，如果突破区间23，上方其实最近的一个压力带，它是位于 25.70 到之前的高点，这个高点是位于 28.40。如果继续强势，那么下一个压力目标位可以看到 0.382 的一线的位置，也就是在 35.90。好，这里咱们总结一下，刚才说了两种预期，第一种预期就是后期会有一个新低出现，第二种预期就是目前已经中期见底，当前是在一个筑底形态当中。那么其实如果按照第二种思路来说的话，刚才所说的这个支撑带附近我们是可以去尝试的，但是一定要控制好风险啊。这个控制好风险，比如说我们就仓位比较轻，我们就以2次低点 9.54 为防守，跌破 9.54 那我就选择放弃，可能会去等到刚才所说的最后一个位置，比如说 6.5 或者5点几的一个点位。因此目前来说还需要等待，当前点位并不适合于继续进场，短期的第二次探底走势还没有全部结束，我们需要等待它的整体调整三波形态 ABC 完成以后，才能再次考虑去介入。好，今天下午关于这个港股众安在线的全部结构分析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